公元前124年春，卫青率领大军奔袭了600-700里，进入匈奴的腹地，大败了匈奴的右贤王。战后，卫青被封为大将军，统领全军。伊稚茶单于当然不甘心右贤王的失败，同年的秋天，他就派出万余骑兵再次袭击代郡，代郡的都尉朱英被杀，千余边民被掳走。汉武帝收到消息后大怒，决定再次出兵，这次的目标便是匈奴的单于主力。公元前123年春，卫青率领大军从定襄出发，驻军于长城之外。定襄郡的治所在今天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的土城子乡。随同卫青出征的将领还有中将军公孙敖、左将军公孙贺、右将军苏建、强弩将军李举、前将军赵信、后将军李广。李广是这些将领里唯一一个没有被封侯的。同时，汉武帝还派张骞为向导，也随军出征。另外，还有个不起眼的校尉，也在此次的大军之中，这是他首次参战，本打算是出来历练一下的。他就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。汉朝的大军出征了，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找到匈奴的主力。匈奴不像汉朝有坚固的城池和固定的住所，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，随着水草而随处迁徙的。匈奴的军队也是单于走到哪里，哪里便是王庭。于是卫青就让各位将领率领着本部人马出征，去寻找单于的主力，并且严令各部出塞不得超过100里，半个月后必须全部返回。半个月的时间里，各路人马均有斩获，共歼敌数千人，然后便返回了大营。但是他们遇到的都只是漠南匈奴的小部落，并没有找到匈奴的主力。1个月后，卫青再次派出将领们北上，这次是以大漠为界进行搜索，但是依然没有找到匈奴的主力，再次攻破匈奴的多个小部落，斩首和虏获了万余人。如此大规模的出兵，单于必定有所防备，于是卫青打算派出一小股轻骑兵前去侦察。派去侦察的是赵信和苏建，他们两人的大军有2万余人，但他们将大部分的人马都留在了后方，只率领了3000轻骑前往。这样既可以灵活快捷的行动，如果遇到了匈奴的主力，也可以快速的撤退回来报信。然而他们这次却真的遇到了伊稚茶单于的主力。可悲的是，伊稚茶也早已知道了他们的行踪，正率领着3万大军提前布好阵，等待着他们。就这样，赵信和苏建率领3000人马钻进了匈奴单于的包围圈。双方厮杀了1日后，因为敌我悬殊太大，汉军的3000人实在是难以支撑了。见汉军败局已定，单于便开始诱降。赵信以前本来就是匈奴的小王，战败后投降的汉朝，所以他对投降匈奴完全没有心理负担，便率领着800名骑兵投降了匈奴。这样一来，就只剩下了苏建的一支孤军，苏建就更难以支撑了，只身一人逃了回来。但逃跑途中，他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后军。原来后军听说前方战败，赵信还投降了，于是军中便开始大乱。赵信的部下很多都是投降过来的匈奴人，所以听说赵信投降后，他们也准备去找匈奴投降。幸好有一个名叫孟乙的汉军骑士，及时砍杀了几个带头的，才总算稳定局势，将队伍给带了回来。战后，孟乙被封为了关内侯。苏建的队伍则基本都是汉人，听说前方战败，苏建又不知所踪，于是也及时的撤了回来。苏建没有找到自己的后军，就直接逃回了卫青的大营。这一战可谓是损失惨重。就在众人都郁闷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发现，此时的军中有一批人已经不见了，此人便是霍去病。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，关于他的身世，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介绍过，大家可以回头去看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他从小就喜欢骑马射箭，汉武帝很喜欢他，就想重点培养。汉武帝让他学习孙子兵法，但是霍去病认为战场上最重要的就是随机应变，照搬别人的东西太过死板没什么用，所以他压根就不学。所以在古今中外，不学兵法而成为名将的，或许也就他一人了吧。这一年，霍去病只有18岁，还是虚岁。汉武帝想让他跟着舅舅卫青出去历练一下，于是就封他为飘摇校尉，
跟随大军出征了。卫青对他没什么要求，也没给他安排具体的作战任务，于是他就带领着800人脱离了大军，独自去寻找战机了。他的部下大多都是匈奴的降族，有4位军侯，分别是高不时、蒲多、邢山、徐自为，每人率领2个百夫长和200名骑兵。经过商议，他们决定前往敷阳巨山去寻找战机，那里就是我们上期讲过的卫青大败右贤王的地方。经过数日的奔袭，他们来到了敷阳巨山的山坡上，在这里他们截杀了一位老年的斥候。通过对这名斥候的分析，霍去病推断介若侯就在附近。原因是介若侯是冒顿单于最小的弟弟，属于伊稚茶单于老祖宗辈的。匈奴人的风俗是重少轻老，所有的饮食和衣物等都是先给年轻人，有剩余的才能分配给老年人。因此，匈奴的很多老年人都是食不果腹的。介若侯已经年近70，无法继续冲锋陷阵，只能负责给大军运送粮草辎重。他能体恤老人，很多老人也就前来投奔他。所以，通过这名老年斥候，霍去病推断出介若侯一定就在附近。经过几日的搜索，他们终于在一个湖边发现了介若侯的运粮大军。但他们没有立即出击，而是用牛皮包住马蹄，用笼子套住马嘴，静静地隐藏了起来。夜幕降临后，霍去病便率领着他的800勇士，一马当先冲入敌营，开始大肆的砍杀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冲锋，匈奴士兵毫无还手之力。最终，介若侯本人在混战中被杀，伊稚茶单于的叔父，君臣单于时期的右贤王罗姑比被俘虏。还有匈奴的相国和当户等一众高官也全部被杀或被俘虏。此一战，霍去病只用了800人歼敌2028人，同时还缴获了大量的粮食辎重，能带走的全部带走，带不走的一把大火全部烧掉。至此，漠南之战结束。这场战役并没有达到歼灭单于主力的目标，虽然杀敌万余，但是自身的损失也比较大，还有1员大将叛逃了匈奴。所以回到长安后，对于主将卫青，汉武帝只是象征性的给赏赐了千金。而此战中功劳最大的是2个人，一个当然就是霍去病了。他长途奔袭，找准战机，果断出击，歼敌数量远超自身的兵力，是妥妥的大胜。于是汉武帝封他为冠军侯，10亿1600户。就这样，他和他的舅舅卫青一样，也是一战封侯。同时，他也以不凡的战绩向世人宣告，大汉王朝最耀眼的一代名将已经是横空出世了。另一个功劳最大的便是张骞，因为他的引导得当，使汉朝的主力大军第一次深入到匈奴的大漠，而且还没有缺草断水，立了大功。于是汉武帝封他为博望侯。有奖就有罚，此战中损失最大的当然就是赵信和苏建了。苏建只身一人逃回卫青的大营后，很多人都建议卫青杀了苏建以树军威。但卫青说，我是外戚领军，还有必要用杀将的方式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吗？于是他就把苏建带回长安，交给了汉武帝发落。汉武帝定他为死罪，不过最后苏建又是用钱买了一条命。而跟他一起出战的赵信投降匈奴后，伊稚茶单于对他非常的器重，不仅封他为自嗣王，还把自己的姐姐也嫁给了他。他因为在汉朝多年，非常了解汉朝以及汉武帝接下来的战略，所以他建议单于要想对抗汉朝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诱敌深入。等到汉军远道而来，人疲马乏，粮草供应不上之时，再发起攻击，则可彻底击垮汉军。为了能达到这个效果，他建议单于将王庭从漠南迁往漠北。伊稚茶单于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当即就率领大军北上，将王庭迁往了漠北草原。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的这个建议却间接地成就了霍去病封狼居胥的壮举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公元前119年春天，汉武帝决定出动10万骑兵，兵分2路，去漠北草原找伊稚茶单于决战，彻底解决匈奴的后患。一路由卫青统领，同时任命赵义基为右将军，曹襄为后将军，公孙敖为校尉，
兵力共计5万，从代郡出发去攻击匈奴的左贤王。代郡的治所在今天河北省玉县的代王城，并一路由霍去病率领从定襄郡出发去攻击伊稚茶单于的主力。定襄郡的治所在今天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的土城子乡。霍去病的军中没有配备皮将，但他统领的骑兵都是经过精挑细选、敢于力战的精兵，其中就有李广的儿子李敢。为了确保此战的胜利，汉武帝又征集了私人的马匹4万匹，步兵数十万，负责转运粮草辎重，保障大军的后勤补给。大军已经部署完毕，可老将李广却多次上书请求出战。李广从14岁参军，现在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。他与匈奴征战一生，名气很大，却一直没有建立功勋，所以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这场与匈奴决战的机会。汉武帝之所以不让他参战，一方面是因为李广的年龄确实太大了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广打仗太过冒进，而且运气一直都不怎么好，担心会打乱战局。但在李广的多次请求下，汉武帝还是答应了他，让他跟随卫青一起出征。至此，汉朝的大军已经安排妥当，准备发往漠北草原。可就在这时，忽然从匈奴俘虏的口中得知，伊稚茶单于已经向东边转移了。于是，汉武帝便再次调整了作战部署。他让霍去病从代郡出发，去找伊稚茶单于的主力决战，卫青则改从定襄郡出发。卫青率领大军出关后不久，就抓住了一个匈奴的俘虏，从他口中得知，伊稚茶单于其实并没有东去，而且就在卫青大军的正前方。卫青非常高兴，决定兵分2路去找单于的主力决战。他让李广和赵义基合兵一处，从东边迂回包抄，他自己则亲率主力去正面迎战单于，并且将公孙敖调为了前将军。李广得知后异常的气愤。李广一直都是打头阵的，可卫青却将他调开，把建功立业的机会留给了自己的好兄弟公孙敖。就这样，李广就很不情愿地率军从东路前进，卫青则率领主力向西北进发。那么，伊稚茶单于真的没有向东边转移吗？其实，这个情报是准确的。刚获知汉朝要大规模进军的时候，伊稚茶单于确实准备向东边转移的，但是在赵信的劝说下，他就改变了主意。赵信是从汉朝投降过来的，所以他对汉朝的情况了如指掌。他告诉单于，汉朝的大军要想征战漠北，就必须越过茫茫的大漠和戈壁，单程的距离就有2000多里。几十万大军要走这么远的路，后勤补给是十分困难的。何况，就算他们能够到达漠北，无论是将士还是战马，必定会疲累不堪。匈奴大军只要以逸待劳，等他们到达漠北，立足未稳，人疲马乏之时，突然杀出，则汉军必败。于是，伊稚茶单于便听从了赵信的计策，将粮草辎重全都转移到更北方的赵信城，然后整顿兵马，等待着汉军的到来。卫青率领大军行走了1000余里后，终于发现了伊稚茶单于的主力大军。此时，汉军是千里奔袭而来，确实疲惫不堪，而匈奴的将士们则严阵以待，士气高昂，随时准备发起冲锋。大战一触即发，可让卫青苦恼的是，李广和赵义基的大军一路上都杳无音信，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动向。可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已经等不了他们了。于是，卫青下令用5钢车围成一个坚固的阵地。所谓5钢车，就是四周以及车顶都用厚皮革覆盖，能够阻挡箭矢穿透的一种战车。5钢车围好后，汉军的兵马就可以潜伏在阵地之中，匈奴的骑兵无法突破。然后，卫青派出5000人马出阵迎敌，匈奴也派出1万骑兵应战，双方你来我往，对冲砍杀，一直激战到黄昏，双方士兵都死伤无数。这时，突然狂风大作，沙石扑面，交战的双方连眼睛都睁不开，也看不清对方的情况，但战争并没有停歇，继续胡乱地砍杀着。
可卫青却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命令武冈车里的骑兵兵分两路，从左右两翼向伊稚茶单于的后方主力包抄过去。匈奴人完全没有意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，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攻。很快，匈奴的骑兵就开始溃败了。伊稚茶单于见败局已定，只带领着几百人成功突围，然后朝着西北方向逃走了。可双方的将士们还在拼死击杀，一直战到天黑，双方的死伤人数相当。随后，匈奴的士兵们也得知了单于逃走的消息，于是便无心恋战，开始四处逃散。此时，一个校尉告诉卫青，他从抓到的俘虏那里得知，伊稚茶单于在天还没黑的时候就已经逃走了。卫青连忙派出轻骑兵连夜追击，他自己也率领主力紧随其后。等天快亮的时候，汉军已经追出了200多里地，来到了燕然山，也就是今天的杭爱山。杭爱山的南部支脉叫智岩山，也就是今天外蒙古的纳柱特山。追到这里时，单于没有追到，却误打误撞地发现了赵信城。这座城是赵信主张修建的，因此被称为赵信城，位于色棱格河的支流哈努伊河的中游。之前，匈奴已经将所有的粮草辎重全都存放在了这里。于是，卫青进城后，让将士们吃饱喝足，停留了1天后，便将这座城池以及剩余的粮草全部都给烧毁了，然后班师回朝。此一战，共斩杀和俘虏了匈奴士兵达19000多人，战果丰厚。当然，自身的损失也不小。卫青的仗已经打完了，可李广和赵义基的东路军还是没有任何消息。事实上，他们早就迷路了。直到卫青率领大军越过大漠后，才传来消息，李广和赵义基找到了。卫青派长史去了解情况，但李广闭口不言。最后，李广来到卫青的大营，也不解释迷路的缘由，只是独自一人担下了所有责任，然后拔剑自刎而死。当李广自杀的消息传开后，李广的部下无不痛哭流涕。汉朝的百姓知道后，无论老壮，皆为其落泪致哀。他一生征战匈奴，大小几十战，可到死也没有被封侯，所以唐朝的王勃在诗里写道：“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。”卫青的战争结束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霍去病的情况。他们从代郡出关后，与右北平郡的太守陆伯德会师，然后合兵向北前进。在深入漠北的过程中，霍去病只携带了少量的粮草辎重，急速行军，行进了2000余里。刚穿过大漠后，便与左贤王率领的主力大军遭遇，大战一触即发。霍去病指挥汉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，左贤王抵挡不住，只带领着少量的亲兵逃走了。霍去病率军继续追击，俘虏了单于的大臣张渠，诛杀了北车齐王，又转攻左大江双，缴获了敌人丢弃的军旗和战鼓无数。然后越过南侯山，渡过公鲁水及现在的克鲁伦河，又俘虏了屯头王和韩王等3人，以及将军、相国、当户、都尉等83人。然后继续追击左贤王，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。狼居胥山就是今天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东边的肯特山，这是匈奴的圣地。每年的正月以及5月和秋季，匈奴都会在狼居胥山举行祭祀典礼，祭天地，拜日月。于是霍去病也在这里用汉朝的礼仪祭祀了天神，在孤眼山祭祀了地神，然后率军来到了北海，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贝加尔湖。这便是所有武将都难以逾越的功勋——封狼居胥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一共有7个人举行过封禅，他们分别是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光武帝刘秀、唐高宗李治、唐玄宗李隆基、宋真宗赵恒以及霍去病。前面6位都是皇帝，唯有霍去病只是一位将军。此一战，霍去病以1万人的代价，共歼灭匈奴70443人，使左贤王部的精锐几乎损失殆尽。至此，漠北之战结束。漠北之战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发动的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，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汉朝方面出征时的14万匹战马，回来的只有不到3万匹。关于人员的伤亡，史书中没有记载，但是通过战马的损失，士兵的伤亡也不会太小。而匈奴的损失就更大了，
仅被歼灭的士兵就有9万多人，使匈奴的整体实力元气大伤。更狼狈的是，伊稚茶由于被卫青追得太狠，导致与部下失联了10多天，部下都以为他已经战死了，于是就推举了右路离王继承了单于。可10多天后，伊稚茶竟然回来了，右路离王只能又让位给他。可见此战让匈奴产生了怎样的混乱和狼狈。由于匈奴的大批有生力量被歼灭，大批物资被焚毁，伊稚茶单于不敢再继续留在漠北，率领部众向更西北的方向撤走了，于是便出现了漠南无王庭的局面。至此，危害汉朝100余年的匈奴边患基本得到了解决，匈奴部族也从此开始衰落。回到长安后，汉武帝极为满意，封卫青和霍去病同为大司马，而且再给霍去病增加10亿5800户。他的很多部下也被封侯受赏，其中就有李广的儿子李敢。李敢因为跟随霍去病杀敌有功，被封为关内侯，完成了他父亲李广一生都未达成的夙愿。但是卫青因为李广和赵翼基迷路，未能按时到达，导致战果受损，而且还让伊稚茶单于给逃走了。于是卫青除了被封为大司马外，再无其他封赏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